川普的出生公民权官司输了，那他为什么要向中国的习近平祝贺呢？难道老习赴美生子了？作为深谙政治操纵术的高手，老川就明白一件事儿，在当下的美国，要想操纵舆论，第一是要画饼，第二那就是要制造敌人。他接下来想要通过立法撼动出生公民权，他能成功吗？通过这件事儿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社会内部对于未来的美国发展有一个巨大的分歧。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6月30号，今天美国的头号大新闻，那就是出生公民权的官司老川输了，这个比例是6-3。我想从3个方面带大家来了解这件事。第一个，这个6-3代表着什么意义？简而言之这个法官里既有3个自由派，又有3个保守派，你可以把它理解为2党共识。如果说这个判例大多数人不服，早就上街围这个最高法院了。事实上没有，说明什么美国的整体社会接受了。第二我们说一下，老川看到这消息那肯定是勃然大怒，他做了3个表态。第一个，他居然开始甩锅了，那就是他说巴雷特法官，你本来是保守派，但是你背叛了我们，这事儿该怪谁呢？他开始甩锅给那个前副总统彭斯，他说都怪彭斯极力推荐了巴雷特让我给这个提名了。但是你稍微有点常识的就清楚，人家推荐归推荐，那任命不是你自己签字吗？你不是应该负这个最大责任吗？当总统你怎么能推给原来的副总统啊？在我们北方这就叫不负责任的溜肩膀，没啥担当。第二更加有意思的是呢，他发了个帖子说，祝贺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你们取得了出生公民权的巨大胜利。在这儿直接把美国人整懵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看一个数据，那就是美国的出生人口里边，中国赴美生子的比例它只有 0.5%。我还特地扒了这个数据了，这是皮尤数据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全美2025年出生了是400万人口，中国不是700多万吗？美国是400万。那这里边中国人来美国生孩子的不到5万，也就是说连 0.5 都没有，他把这锅甩给中国那肯定是别有用心了。也许他数据根本就不想让选民知道。第二我想说一下，他为啥要甩给这个老习呢？他可能也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真正这 0.5% 里面生美宝的他大概率他不是普通人。我们首先要从财务数据给大家梳理一下，真正中国来美国生孩子的成本，正常的话都应该在5万美金左右，有贵有便宜的。你这和人民币那就是30多万有的还能到50-60万。一般家庭他是拿不出这个钱的，连美国的签证他都获得不了。咱们说几个耳熟能详的例子，这个央视记者像柴静像董卿像运动员这个姚明还有这个章子怡演艺明星，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像钟闪闪那都是这个美宝的父母，还有大导演那就太多了咱就不一一数了。这就说明什么呀？能走赴美生子这条路的是非富即贵，而这里面呢多多少少和中国的政局它是有些关联的。这倒不是说老习赴美生子这个倒不至于。我们说第3个方面，那就是这件事儿在美国的分歧是什么？实际上就一件事儿，美国一开始是白人为主导的社会，
而现在的有些州、有些城市，白人他反而成了少数族裔了，他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体了，所以有些人就有一个深深的慌乱，而川普啊，却大大的利用了这个慌乱。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根据美国的人口署的统计啊，2022年到2024年的几年间，咱们看一下出生的比例。刚才说的是每年出生400万啊，现在跟你说这400万里它都有什么族裔。首先第一大族裔呢是白人，只占49.7%，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全美的白人出生率已经跌破了50%了，它已经不再是占多数的主体了，虽然排在第一位。第二是拉美裔26.3%，第三非裔13.6%，剩下的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就包含中国啊、日本啊、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甚至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加一块它只有区6.4%，你就可见一下。对于传统的白人啊，他们认为这美国就应该是白人第一大，最好占比20%、80%，你那个有色人种啊，你是越少越好。而这些人啊，恰恰是老川的资深支持者。但是啊，你要看一下移民给美国带来的价值是什么，而这些人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你比如说有些州吧，像纽约和加州，恰恰是多元化做得非常棒的，所以他们的 GDP 啊能排到第一、第二，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啊，农业第一州啊，什么资源第一州啊 ，GDP 第一州啊，这些反而是多元的。你再看看那些白人占据较多的圣经带呀、南部的铁锈带呀，也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你多元才能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潜力。说句最难听的啊，给你机会了，是你不中用啊。我们还是看两个数据，一个是出生率，没有任何人说白人你不能生孩子，我出个政策啊，你只能生1个2个，而拉美裔啊你可以多生，没有出这政策，是你自己不生。至于为什么不生呢？咱们改天节目可以跟你聊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的出生率啊，现在已经低得多少呀？是 1.6， 因为正常的叫人口的更替线是 2.1， 而美国已经是低于这个正常了。你看拉美裔呼呼的生，现在仍然不足以达到合格水平，说明美国的未来，如果你人口越来越少，你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另外呢，我们想说一下老川他的第3个表态，就是他呼吁共和党的议员啊立法。既然说这个最高法院不站在我们这边，那咱们就立法。我想说，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表态，而真正的做不成。因为今天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啊，它更多的是一次固化。你看这10次修正案从186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8年了，中途想推翻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这次啊算是第3次进行加固。因为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讲出生在美国他们父母不接受这个管辖，不是公民，那问题是这条立法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只要他肉身在美国，他就接受美国的司法管辖，他的孩子就是出生公民权。当然了，更深层的原因啊，是美国你如果想成为全球的灯塔，你自然在某些方面要开放一些。如果说有些人想继续保守下去啊，这种拉锯会持续下去的。好，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再会。